我们投影机直接关掉，投影机直接关掉，后面不用打这一个。那我想就直接把我主持方就交给那个对。然后先看，麻烦大家提问的时候先讲一下，第一个你是谁，然后你是在工作还是还在念书，然后你想问台上的哪一位讲者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就开放提问。好，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学弟。好，其实我现在是在新展阳工作，我叫王景琼，做的是产品企业金融产品经理。那想问一下学长，就是说你当初去美国念书，那为什么就是那天比如没有找到就是想要的工作的话，那个比喻的是？不会，你是说如果没有找到工作会做什么吗？对。其实我也不知道。书嘛，可能会去香港、新加坡之类的试试看。然后当初其实我对我的 career 也是非常 open， 可以回到金融也 OK， 然后做企业管理也 OK。那当然这个相关的工作一定要回到我自己的核心能力。那如果这方面相关，我都愿意去做。那我当然要看这样的工作机会是怎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说保持一定弹性其实很重要。比如说你以前是做投资研究，那你能不能做信用风险研究？当然可以啊。一个是看向上的潜力，一个是看向下的风险。那核心的能力其实是大同小异的。那你如何保持一定的弹性，去面对不同的机会？大家好，我是104的杜明燕，现在也在科技业工作，然后想要问一下那个 Ricky 学长，就是当初选择去留学的时候是边在工作状态下，然后边准备留学嘛，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当初学长有考虑念 MBA 这样，因为 MBA 跟学长念的国际政治啊、法律其实不太一样的。OK 这个其实有牵扯到一些 technical 的问题。那准备留学这部分是我在工作时准备，所以那时候下班的时候都要去准备去拿托福，然后以及申请的论文等等，所以这方面要做好心理准备。如果说你要在职状态之下准备的话，基本上你会有一段很痛苦的过程。那像去美最少30个月，那你下班还要再额外准备30个小时，持续3个月。然后之后托福只有保存2年的时间，那你当然是考前要再准备1、2个月的时间。然后在之后你要写申请论文，每一家不一样。那其实是要一定的决心要不然你无法度过这一段时间。那至于 MBA 的部分，其实我是比较在乎学习什么事情，而不是那一个title。那其实我说老实话，国外的 MBA 跟国内的商管学院教育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对吧？那还是一样个案讨论，那或者是一些基础的一些理论等等。那而且我个人又念过国际书，然后泰德又是 MBA， 基本上这样子就已经扼杀我所有 MBA 的申请，因为他会问你，你为什么有一个 MBA 还要念一个 MBA？ 那当然这有例外，那就像94的庄成凯学长，他有在他一个 optional 的 essay 就跟学校解释，国内就台湾的 MBA 其实比较偏向 Master of Science， 所以他这一段比较像是那样子研究的一个 program， 所以他又申请了一个 MBA。那对我来讲，因为过去在金融业，我是体认到法律的重要性，因为像 IPO、SPO， 一切都是法规。那我觉得这方面的一些知识是我没有的，所以我才去选有关于法律的 program。那这就是我选择的原因。好，谢谢学长。然后另外我想要问那个咖啡学长，就是因为我现在也是在科技业工作，然后想要就是比较好奇是学长从科技业转职到金融业的过程是怎么样？然后另外就是
学长在科技业大概待了多久？然后有什么样的经历是可以让金融业选择任用你的？谢谢。其实我现在有在10个月到采购，其实待不到1年了。那当初去友达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其实金融业其实很难找，那金融海啸找太大工作。那在友达那几个月，我觉得虽然它跟金融业的工作类型其实是看起来是很大不一样，但是其实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因为我在做科技业，所以我进金融业是比较好了解。例如说，我要去评估一间，就我们做 IPO 做 SPO， 我们要去评估一间公司的，比如说包括采购流程，或是一些它账的东西。那其实从这里面，因为过去有在科技业待过，所以我当进到客户那边，我可以用比较 就是比较 technical 的字眼去跟客户去沟通。那他们会觉得，其实你是就是有准备，你是比较了解我。所以其实我那时候，我觉得在科技业工作或在其他行业工作，转到金融业，其实并不会。虽然在资历认列上可能不会直接承认，但是在能力上，我觉得并不会因此而就是觉得会浪费掉时间。因为金融业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 hub 的概念，就是它连接蛮多的不同的行业。那因为你在以前在其他行业待过，所以你以后去看，从一个金融业角度去看其他行业，就会比较知道说这个行业的人是怎么想，他们是怎么去做运作。对，大概是。谢谢。我觉得这边可以补充一个事情，就是，这是我从很多方听来的吧，就是那比如说你在做产业的分析，你是一个投资者，那他们常会 hire 产业来的人，因为他们对产业最了解。那你说像我们做金融业做那些财务 model， 你觉得进入门槛高吗？是不高。其实你这 Excel 的 sheet 啊，连一遍就好了，不是吗？然后就稍微改一下变数，然后就出来比较。那这些事情比起你对产业的了解，我觉得后者的进入门槛比较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buy side的方其实最终去判断要不要投的都是那些有产业经验的人。那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我从一个前辈听来的，就是两个点的距离最短，不见得是直线。就是你去产业混过一段期间，搞不好你升得比较快。对，这就是我一个感想。但我个人没有什么产业的经验，所以有时候我如果要替客户提供一些建议，像1个月前我就打给Rich，因为我完全不了解那一个就是 IBM 他们怎么做服务，然后这方面又是我们必须要提供一个日本客户一个服务上一个 project 上的建议，然后你要怎么去 approach 这样一个市场，那我完全不了解，所以我必须要问产业的人，对吧？那哪一个比较难累积？我觉得是产业的知识比较难。其他的问题，把握机会。学长，然后各位学友大家好，我是 IB 100的志豪，然后目前是在玉山银行的企业部门工作，然后没有特别想要问哪个学长，就是想说，因为我们确实如同刚才那个学长说，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外派东南亚的机会。那其实就是想要问学长是说，那外派还有自己在台湾这边发展外地有很多的利与弊，那可以请学长这边可以说明一下，就是好处在哪，那坏处在哪？那第二个问题是想问说，那外派的话，在那边的工作经验会不会很有那种局限，或者在地的系没办法，就是那个工作经验只能否当地，不能就是套出其他的地方都可以使用。那以上两个问题，谢谢。这个为什么？这个问题是，我先针对外派的部分，就是说明一下，就是银行业其实据我了解，蛮多都是就是服务台商为主。那跟我过去在当地派，就是直接到当地找券商，其实服务的客户类型其实会有比较大的不同。那我的了解是说，就是其实蛮多银行业被外派的，他们可能就是几年就会被轮调一次。那有些人他
也许你在比如说越南3年，又被派到柬埔寨几年，又被派到泰国几年，就是有些人他好像是会一直被外派，然后就是公司就视为你是一个外地的战将，然后就不见得会调回台湾这样。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发展其实就是要看说你个人是不是真的喜欢，就是一直在外面漂泊的那种感觉。对，那我觉得毕竟台湾跟就是家乡总是最美好，那有时候在外面工作就会深刻感受到这句话。那所以我觉得去外派，比如说你假设你有拿到外派机会，去外派几个月或是1、2年，慢慢你就会知道说你自己到底喜欢被外派还是喜欢留在台湾工作。那其实我觉得银行来说应该也比较有一个足够资源可以让你去选择说你要继续往其他国家去 rotate， 还是直接就最后就调回台湾。那通常当然我不确定调回台湾会怎样，但是我想如果在海外有战功的话，应该都还是可以升到，就是还是有一定的 promote 的价值在。所以如果趁年轻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了解自己，我觉得也是一个还不错的体验啦。各位学弟妹，大家好。我是 Andrew 雷建峰，有一些熟悉的面孔，以前我们在不同的场合可能有见过。但因为我今天没有准备，所以你看我连袜子都没有穿。我今天是抱着学习的心情来的，那就反正上来就讲一下，因为我过去大概有10几年的时间，大部分都在金融业。那有带过花旗，带过 JP Morgan， 那现在是在一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列支敦斯登，有听过这个国家吗？它的皇室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今天好像都来上历史跟地理的。就是它是一个欧洲体系的一个银行啊。但是我过去大概有8年的时间都在香港。那刚刚有提到这个外派啊。其实我觉得，我同意刚刚那个学弟讲，我觉得那个 career 对我来说，我觉得真的很难规划。说你到底能不能外派，是不是你去争取就可以去外派？其实这真的是不一定。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你能不能找到你的北极星，就是你人生的北极星。我最喜欢讲一个笑话，就是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坐飞机去那个日本，然后在路上，在飞机上那个广播突然讲说：“我们有一个乘客心脏病发，请问飞机上有没有什么医护人员或医生或者什么？”然后我就转头跟我太太说，因为我太太以前在做顾问，然后后来做银行，我说：“我们这一辈子应该不会有人在飞机上。请问飞机上有没有 banker？ 会不会有人做什么产业研究的人？”然后他回我说：“有。”就是飞机失事要先把这些人丢下去，因为这些人是没有用的。所以 anyway， 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找工作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些很分析的，比如说 Google 现在看起来很好 ，Facebook 在我那年代没有这个东西，但现在它是一个那么厉害的企业。所以我是觉得，与其去追逐这些东西，还不如真的去找到你到底想要什么。那我们刚刚说外派看起来很好啊，但是我在香港跟新加坡遇过无数个外派之后，这个什么分手的分手啦，离婚的离婚啦，就是这种你追求你 career 上面的你的目标，但是你可能怎么样去 balance 你自己私人的生活或是家庭。那有些我有一个同事也很痛苦，就是他单亲，他是从小单亲妈妈把他养长大。那他就外派就到国外工作。妈妈在台湾是一个人，他自己就每天工作都很 guilty， 就觉得，我怎么那么不孝，把妈妈放在台湾。那这个可能也是每个人不同的状况会遇到。所以你说有没有什么好或不好？如果有机会去外面，纽约啊，或是东南亚啊，甚至欧洲，我觉得都很好。那你的人生会告诉你说，你到底要继续还是要回来。那像我现在大部分时间会在台湾，但其实对我来讲，待在国外跟待在台湾，我没有太明显的感觉说哪边比较好，我觉得都可以。
但我就说，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老婆的电话，比如说人家叫你回来你就得回来。那我觉得我最近在看那个，因为很多我看有一半以上可能都还在学生，我是觉得我很羡慕你们，因为我们当初真的没有这些东西去分享。那环境是没有我们那时候找工作，比我们那时候找工作更恶劣，就是更难找工作，因为很多都台湾的市场慢慢有在整个区域里面被边缘化。但我很喜欢那个陈冲，就是之前那个前行政院长，他曾经人家问他那个台湾的经济的状况，他举了一个德国战后第一任总理叫艾德诺的话，他说跌倒既不丢脸也不危险，但如果你跌倒又躺着不动，那你又丢脸又危险。那这个我也很喜欢以这个例子来讲，说你找工作，我当初根本不知道那个我当初对银行的印象就是，那就去柜台跟人帮人家数钱，那钱还不是我的，有什么这个工作有什么好？但是你真的去做了以后，你才会知道。那陈冲其实是用这个例子在讲台湾的经济或台湾政府的一些施政，说你不能什么都不做，你不做你跌倒了，你躺在那边也不丢脸，也不会死。但是如果你都不动的话，就会死，也很丢脸。所以我们在做，我觉得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反正你就试嘛。我也不知道我适不适合当顾问，那我就试。试了之后就觉得不适合。大概我觉得在你换2、3个工作以后，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你大概想要什么东西，找到你的那个北极星去指引。我觉得这个可能比你觉得哪间公司很棒，还更重要。所以这是毕业10几年、15年了，对不起，的一个心路历程。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外派，有时候你的 career 或念书，我很多人喜欢问说，那你需不需要念 MBA？ 我个人觉得念什么都好，你只要出去，记得好学校来去，不好的学校你不要浪费钱。好学校毕业，我觉得可以让你在第1份、第2份工作里面有非常好的这个怎么讲，就是拿到那个门票。但之后其实我就不重要。我们在香港遇到很多，在纽约遇到很多，我们叫做高分低能。什么叫高分低能？哇，看起来说常春藤盟校什么牛津大学，哇，但是很难用，就是你跟他合作会很卡。那我们要避免变成这样的人，就是怎么样？所以我常常说人品第一，态度第2，然后能力第3。因为那些什么技术性的东西，我觉得待久了都会。那像我们这种老了不会，还可以找一些比较年轻的帮我们。但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你的态度，你要一直保持，像刚刚提到，很有弹性的去接受很多的挑战。我觉得这个蛮重要。那不要设限，不需要说我一定要做什么金融业，或是做什么行业，你就去试嘛。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不会知道你适合什么。我当然遇过，但是非常非常少，说什么10年、20年照他的规划走，我觉得这个很少，真的很少遇到。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不管怎样，就是做就是了。3位学长好，我是李如，就是我暑假在莱雅实习，明年要毕业。那我想可不可以请3位学长分享，就是自己在工作的时候的 ordinary day 大概是怎么样？谢谢。睡到快10点，然后顾问业每个不一样，案子也不一样。就比如说，有时候我要做due diligence，然后我要进客户那边，然后跟他要资料，去了解一下客户的 business model， 他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巴拉巴拉。那就像昨天接到一个客户，说他下一个要写一个任务报告，是有关于太阳能编程。那你要如何说有一个 typical 的一天？老实说，我觉得顾问业很难去定义，因为我的案件真的要看。
那我也做过像是燃料电池、住宅用在美国市场的潜力分析。那基本上那你就是从零慢慢自己去研究。那这时候你的 desk research 还有就是专家的应用比较做。那也做过替品牌巧克力找投资人。那我要做巧克力市场的研究。那我还是零，然后继续慢慢自己学习。对啊，所以那有时候要做 proposal， 我们还是要去开发客户。那有时候要帮一家韩国公司打进美国市场，这时候要去找 Google 这些公司看要不要买这家公司的产品，所以很难去定义。那基本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申请顾问学校，就像有一本书，其实那是比较像工具书，就是如何写好一个就是 MBA 的 essay。那是我在大概6年前买的，应该是09年，因为那时候我也在写 essay， 然后有一篇是写你的 typical day， 对一样的问题，那是 MBA 的，然后那一个作者也是管企业顾问，他就写没有 typical day， 然后他就把一天列下来，然后最后写的是 typical day， 这个难处。我在台湾工作，也在前面工作。那其实我之前在回来台湾有团在面对这样子。那基本上我觉得，如果在金融业相关，因为我其实过去在台湾主要就是 FA， 那 FA 就是帮客户也算是一个金融的财务顾问。那所谓财务顾问其实就跟顾问有一点像，就是没有什么叫体系对。那大概如果从以前的比例来说，可能80%的时间都在做一些proposal，都在准备proposal跟一些 meeting。那20% 的部分可能在做一些反复一些收尾的工作跟事情的工作。那所以导致说，其实当时我们比如说一年其实只有做2个类的案子，但是实际上我的资料其实已经塞了50-60个案子，甚至100个案子，就是因为这种东西有时候成功率其实很低，我们可能做一大堆，但是最后只有1-2年会成。对，那后来其实从柬埔寨，然后后来在台湾就是做一个比较主管的位置。那我觉得做的东西其实就不一样，就是变出去带人跟就是花比较多时间去带人跟教一些东西。那另外因为有一些就是也要去跟客户做接触这样子。那当然柬埔寨的时间是比较流行一点啦，但是主要就是在管理层面跟以及业务是比较重。那反而执行面其实相对就很少。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就是我觉得我想讲一个就是 balance， 就是你们现在觉得很 fancy 的这些工作，通常都很难 balance， 包括投资银行、企业金融、基本顾问，甚至创业，其实都很难去控制你的时间，因为每天会有不一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你心里要有一把尺。第一个重要的是健康。我们不用我讲嘛，最近太多那种新闻了，就是科技业的什么谁，然后后来又自杀，又跟那个神经又怎么样。所以第一个重要就是说，当然工作很重要，但你自己的不管是精神或者是身体，这是第一。第二个，除非你是创业了，不然你的家庭还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怎么样去平衡你的家庭。然后第三才是工作。那至于说每天的 daily 的工作，我觉得我的经验是工作永远做不完。你如果工作会做完，你就要很担心你的工作是不是有问题，就是老板已经慢慢要帮你处理了。我通常都是做不完。那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就是，我有个习惯，就是我每天早上，应该不是早上，就是比如我睡觉以前，我会把我明天要做的5件事情 ，top 5 prioritize 我的5件事。我明天这5件事情没有做完，我就不回家。所以最重要的能力应该是说，你怎么样去把你觉得重要的顺序排
排出来。那事情因为永远做不完，你可能有200件，不要那么多，20件，那你可能选出明天最重要的5件，我这5件一定要做完。那如果做完我还有时间，我可能再做别的。那如果这5件这么急的事情，我一定要把它做完，没做完我就不回家。所以用这个去控制我每天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有用，可能也可以提供你们参考。我自己问个问题好了。我帮大家问一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兴趣，就想要问一下建峰学长，对于现在像系友们，如果想要进入香港的金融业，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 advice 之类的？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觉得那个机会正在慢慢消失当中。就是在我们毕业那个时候，或是10几年前，可能中国市场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厉害。那或者是说它要起来，但是中国人还没有起来，所以他会需要一些台湾人，然后去当做一个跳板，因为他觉得相对之下，台湾人这个海外经验可能也多一点，比如出国留学啊或者。但是非常现实的一块就是，整个台湾的市场在萎缩，我在很多场合有提过。所以如果从金融市场里面最现实就是说，那你这个市场在萎缩，相对来讲提供的就业机会就会减少。为什么我们在80年代、9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有宋学仁，就是所谓的投行教父，他在高盛只做2家公司，一家叫做宏基，一家做台积电，2家公司可以让他变教父。我们现在做100家，可能只能在加拿大家庭家族。所以这个市场是不一样的。就像你今天如果你在中国，你做了一间腾讯或做了一间阿里巴巴，在中国两家你搞2家上市，你或2个投资案，你也可以变成教父。但这很现实，就是市场或是时间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我觉得如果是香港的金融业，有几个方式我们可以去，一个就是 networking 真的非常重要。我在香港应该 interview 超过100个人，超过。但是我很少是，除非是那种就是助理啊，不然我很少是人家拿，就是比如说 HR 跟我说，这个人你去看一下，没有，大部分都是我认识的人，然后人家介绍给我，或者我自己去找。所以你怎么样去 build up 你的 networking 会对你怎么样去，比如香港、新加坡会非常重要，因为大家都会觉得，你信任的人推荐过来的人，跟你茫茫大海中只是看一个 resume， 那个感觉会很不同。所以我会建议，怎么样去 build up 这个人脉，对大家都非常重要，包含你的老师啊，甚至你的学长啊，你的家人等等，甚至你过去工作，像我有几个，比如说我从 Citi 到 JP Morgan， 其实是透过我以前 Citi 的一个同事，但我不认识他，他比我还早到香港，那就是刚好我们中间有个共同的朋友，他介绍，那他就帮我引荐，所以这个有时候你也很难说，那但是你就变成你的 networking 要变大一点。那我的经验是，反正不管你是做生意，就是工作或者是找工作，你正在工作或者在找工作这个过程，我觉得我现在真的觉得做人比做事情重要。就是说，你怎么样让人家觉得，我可以相信你？我觉得人对了，事情就会对。这个人，我如果信任这个人，我觉得他推荐给我的人应该都是不错的人，或者是我信任这个人。所以我可以很放心的帮他介绍工作，因为我不会丢脸，我不会说我介绍给，我帮你介绍给某某公司或某某不认识的人，那你会搞砸。所以怎么样 build up 你的这个叫什么reputation， 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如果问我，现在你要透过一般说上去丢履历啊，真的那个是就是参考用的，形式大于实质。很少，我们真的很少透过什么
网络丢履历，然后 HR 拿给我们看，说哇，这个太棒了，这个 wonderful， 怎么会有一个人就是这么完美要来找我这个工作？所以主动一点，就是主动出击，然后想办法找你认识的人、老师。我觉得学校老师是一个很好的 networking 之一啦。而且现在很多什么 EMBA 啊，如果你没有机会跟这些 EMBA 学长姐碰面，其实他们互相之间的交流是很夸张的频繁，所以他们互相之间有一些 networking。如果他愿意，比如说帮我们一把，其实也会差。我补充一下，这是学生啊，没有，就是反正这个我应该在蛮多场合都有讲过啦，就是人脉 networking 这件事情。什么叫人脉？人脉不是上次李亚有讲过类似的，人脉不是我认识谁谁谁，那叫人脉，我叫得动他，那才叫人脉。记得这一点，你叫得动他，什么情况你叫得动他？一定是你帮他做过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所谓的人脉是你要积极的去在你的能力范围内，你去帮助别人，才会有一天当你需要谁谁帮助的时候，很快那个人会来拉你一把。然后试着多积极的去跟，其实我觉得国际有个大好处就是我们各行各业都有人，所以我觉得大家来参加这些活动，然后跟不管是讲者还是比较 senior 学长姐保持联络，我觉得看你怎么去做运用。以我自己而言，我现在在那边工作，上一份在 AMD 介绍我进去的是我的直属学姐，然后介绍我进 IBM 的是我直属学妹的老公，所以几乎都是靠人脉。像我最近刚好也在做工作的转换，很多也都是说就是一些周遭的朋友帮我介绍这个介绍那一个。我这一次就其实大概你慢慢工作到后面，你大概已经不太需要去靠104啊什么111这一些，因为真正的好工作大家都不在上面。然后有一个工具，如果你还没开始用，请你赶快用，那个东西叫 LinkedIn， 请你赶快用，好好去慢慢去累积你上面的一些伙伴，你哪一些专长，哪一些部分。现在 LinkedIn 对很多黑行来说是很方便的东西，会很方便的东西，很多他们会主动来找你，或者一些公司 HR 通过上面的方式来找你，这样子，这一点很重要。那我觉得就是刚刚为什么提到说就是叫得动的才叫做人脉，而且也不光是叫得动，你也要敢去叫。那你为什么要敢去叫？代表就是你们真的有一些可能学得还不错，而不是今天只是他是我朋友的爸妈的谁谁谁，巴拉拉一大串，那个其实不能叫做人脉。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不知道10级的学妹吧，她有一天就是突然，她知道自己在那边实习，然后有一天她突然就丢 message 给我说，希望我想要去那个 Star Wars， 就是Fox。对 Fox 的那个不知道哪个频道，他就说他发现上面他们有一个，因为他要去丢那个实习。那对于台大国际系来讲，我们要丢商管类的、丢科技业、金融业、丢什么都很容易。你要丢媒体业，对不起，你是门外汉。所以他说他丢的履历是石沉大海，连个 interview 的机会通通都没有。因为里面通通都是大众传播媒体相关的人在投的地方。一看到你是念商管，立刻就被刷掉。但是呢，他丢给我说，希望我真的刚好发现那个 Star Wars 里面有一个 manager， 跟是你的朋友，然后在那边工作，我要看看原来那个人是我的高中同学。那因为这个学妹在那边实习表现还不错，那我就帮她就是很简单，就是留个 message 给我的高中同学打个招呼。那最后虽然暑假实习没有，但是我的同学给他跟他 interview 过之后，就是给他一个实习的机会，都今年9月开始就报道。那当初如果不是他不知道怎么大海茫茫乱捞一通，捞到后来发现，原来我有个认识的学长，有个认识的人，在那一家我想要去的一家，对他来说是很梦幻的企业。那他也确实希望我能够帮这个忙。对我来说，我不用花很大的 effort， 我只是丢一个 Facebook 的 message， 就这样子而已，帮他引荐。当然，你最后能不能进去要靠你自己，但我帮你敲门，会帮你降低很大的一个就是那个 effort， 因为你自己去丢，你就是跟一大群那个本科系的人在竞争。我帮你丢，代表一方面是我帮你去做推荐这样子。所以大家从现在开始，不管你现在还在学，还是你已经在工作了，就是好好把握你慢慢人脉这种东西不会一天突然就冒出来，但是慢慢的去累积。说多认识别人，多认识不同的领域，然后有你在能力的范围之内，尽量多去帮助别人，这个东西才会慢慢去做累积。这个刚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所以刚刚那个玉学长提到 LinkedIn， 我想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各位现在在用这些所谓的 social media 要非常非常小心。比如说脸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人在 Facebook 上面 complain 他的工作，这种应该是蛮常见的，对不对？现在我知道的，包含像我之前的公司 JP Morgan 这种大的跨国企业里面，他
它会去 search 你在那个 social media 上面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在上面有一些对你的工作、对之前的工作有一些夸张的描述，或者是会影响到你找工作的，因为这些都变成是 HR 他们拿来当参考用的一个很大的一部分。所以各位在用，因为脸书你有时候它要forward啊、转寄啊什么的，有时候你蛮难控制的，所以这点要很注意。像你说 WeChat 或是 Line 可能还比较封闭一点，那 Facebook 大家在使用这些 media 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未来凡走过必留下痕迹，真的很难消除。现在我记得在美国有人是付费要去消除他 Internet 上面的某些记录，这是一笔生意，有公司专门在做这样的服务。我不知道他怎么弄，但是你就可以知道说，在我记得以前忘了李吉仁还是哪个老师讲过说，如果你40岁去 Google 自己的名字，上面还没有你的资料的话，那你要好好检讨。那现在我就觉得，如果你 Google 到一些不好的资料的话，那就自己要小心。所以好好的注意使用这个 Facebook， 你在上面的发言会影响到你的工作。你以前大概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这个事情，但现在我有看过 HR 有提供相关的资料。谢谢。来，这里还有问题。那个。3位学长好，我是200的洪曼荣，然后我现在在高盛上班，然后我想请问3位学长，就是第一个是，请问你们觉得在海外工作所需要具备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是，请问你们目前为止遇到觉得最困难的事情或是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谢谢。环境比较恶劣的开始。其实，在结婚跟工作，我觉得，所需要具备的，我觉得，因为毕竟外派就并不是单个主管角色，所以其实所需要具备，除了当然在台湾的一些基础实力以外，那我觉得重要是沟通的方式。那所谓沟通是包括跟老板跟员工沟通。那我觉得。例如说，当地员工他的生活方式、做工作方式，我觉得跟台湾有很大不同。例如说，在台湾可能老板有一份叫你做一个project，要的是3天后就完成，那或2天后就完成。就是我们大家会很习惯这种非常 intense 的生活，可是，在东南亚国家，我们可以想象，其实当地工作是很缓慢的。那可能同样2天或3天工作。他们可能要做1个礼拜，而且品质还不是很好。那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就是必须要第一个要把一些容忍程度就是先放缓，然后跟他们沟通说要沟通清楚说要做到什么程度，然后做什么东西。那另外就是对上的沟通，其实我必须说我在东南亚那时候，我觉得我对上沟通做的比较没有那么好。那当然原因也不外乎因为老板他自己有他的，就是他有他的理念，或者他想要赚钱的方式，那我有我的就是原则在。那所以其实在这部分，我觉得在海外来说，有一个好的主管，或是有一个能够去跟主管做一个好的沟通，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在当地可能你所依靠的。能够付给你薪水就是那一个主管，那没有太多其他的资源在。那所遇到最大的挑战，其实我不知道有这个问题吗？在海外工作来说的话，其实第一个最大的挑战是，因为柬埔寨那边市场很差，那所以其实很难找案场。那当地来说，因为第一个当地人对证券不认识，我当时如果出去跟人家说我是在 security firm 上班的话，那他可能会说你是做bodyguard之类的嘛。其实他们以为，就是他们会认为，他们就不知道证券这个东西，他们只知道安全。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就是如何
清楚 security 或 securities 的。那第二个是说，就是他们基本上当地我觉得就是等于说很多公司他们等于说假如都是贪污很严重等很多原因，那导致说其实蛮多公司都不太愿意去走入资本市场的阶段。那所以当时其实就针对这些，其实也跟主管沟通，也跟就是客人沟通。那基本上就是主管他有他觉得，就是上面的大老板他有他自己想要赶快赚钱的方式。那当然就是对我来说，我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点，所以其实导致后来我离开柬埔寨。那就变成说，我就是觉得主要就是这几个因素在。在美国，我觉得保持一个学习的能力吧，因为你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做，但是你必须要保证住在事情来的时候，你能够把它做完。那这时候你必须要在工作上学习。那因为你的核心能力永远不会卡不到所有的东西，但是你必须要沾一点边，这样你才知道怎么样去进入这一个，或者是说怎么去解决这一个挑战。那我觉得这一点在美国非常重要，因为身为外国人在那边毕竟，你还是找工作上会有一些劣势，那所以你必须要保持一种信心，或者是你一个学习的一个能力、动力，你才有办法去解决所有的问题。那这一点我觉得最重要。那他刚刚经常提到的那个向上管理的部分，美国其实不需要，这也是为什么我宁愿在美国。因为我不希望有人对我每天来看来去，就是在那边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案子来好，主管说那这个案子是找我这，或者是要做 investment memo 任何东西，他会让我自己去决定。那我觉得这一点在美国来讲是蛮普遍的一件事情，你自己去决定要怎么完成这个工作。但其实这个会牵扯到你未来希望在哪边工作。那你要考量的可能还包含企业的文化、国家的文化等等，那以及这样的文化与你个人的人格特质是不是相匹配？那我觉得这也是你必须要考量的。那除了这个之外，那挑战的部分，我觉得目前在美国这3年最大的挑战就是找工作，非常困难。我电脑里面那一台电脑大概有300个cover的人，大概是这个数字。但是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一个过程，就是你找到一份工作，所以然后你这个过程就结束了，对不对？那基本上这一段过程大概就是300封卡布雷尔，然后平均应该经过10几个面试吧，最后一个工作。对，那所以这个过程是我觉得是最大的挑战，尤其是念人文的。在你踏进国际所这一步，你已经扼杀了70%在美国工作的机会，因为你不是，你觉得你就不是technical的人才，那你要怎么留在美国？最快的方式念 IT 啊，念 Science 啊 ，Engineering 非常好找工作。那你在念人文这个领域的时候，你留下来几率就已经就是天龙人跟剑灵差别，然后他们基本上就是 Oracle 啊，什么公司就会自动来找你毕业之前就会找工作，然后人文的就是你毕业以后要找这样的系，那我觉得这方面的一个挑战，如果你未来以后到美国发展的话，你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挑战。刚刚这个徐丽提到那个科技业的这个故事，我就记得我们在念书的那几年，有一年那个企业参访是去台积电，国企系，然后去台积电。那时候，台积电现在还是很厉害，那时候已经很厉害。那参观完大家很开心啊，然后就开始有人问说，怎么样可以在台积电工作？企业参访嘛，就主要希望。结果呢，那个公关，现在我们记得是
公关，就是他们的 PR。那 PR 我想说，PR 应该可以，结果 PR 是物理学博士。PR 已经是整个台积电里面应该跟什么晶圆啊、制程啊什么这些东西最没关系的，就是他是物理学博士。我想想，算了，那就还是不要想台积电这件事。所以因为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对我们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虽然我们可以很有弹性，但是有些东西还是有它的门槛。那刚刚学妹问到的，我记得你现在是controller，对不对？对。那我想要讲的是说，even 是在同一个银行里面，怎么样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弹性，一个是野心，企图心啦。你要有企图心去不怕改变。那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我们的下一届有一个叫古心怡 Jennifer，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这个人。他之前在高盛，我记得他是做accounting，一开始进去，他是想尽办法，就是我要得到这个 intern。那他先从 intern 开始做 ，intern 之后呢，他一般我们当然会想当 banker， 就是希望可以做案子啊什么。但好像后来因缘机会不行，就是很难进去嘛，因为高盛1年可能全台湾找1个或2个，那他就想办法先留在那个会计部门。那会计部门之后呢，经过1、2年，他可能表现也不错，他就自己去争取，就后来就到了那个应该叫倒掉那一家的，雷曼，就到 Lehman Brothers 当 banker。那另外一个例子是那个以前高盛很有名的叫张国军 ，David 张。那他在就送学人之后呢，他就变成台湾区高盛的负责人。但是他其实，在高盛里面本来是 private banker， 他后来转型变成一个 investment banker。所以怎么样去，even 是在同一家公司里面去保持弹性，可以做不同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特别是在外商里面，他会希望，你可以好像每个都历练过，然后有一个比较完整。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外商银行里面都有所谓储备干部，最早储备干部的其实都是从银行端开始，他们希望你绕一圈之后，对整个银行都有概念，就是每个都会同一点。那企图心就是你自己要去争取，怎么样让大家看见你自己本身的东西都要做得很好。那我在这边以我的经验可能不一定是其他人的，我的经验是，你会有95%的机会会遇到猪头而且很烂的老板，95%。所以这样子，你们以后遇到不好的老板，你就会知道这个是90%很正常的嘛，100个人才只有5个人，可能100个主管你会有5个很不错的主管。所以我的经验是，我只要遇到那5个，那个5%，我就会扒着他，想办法从他身上榨干所有的东西，学到你想要学的。所以特别在外商里面，我会建议你们找一个 mentor。他不一定跟你直接有上下属关系，但是一般外商他会比较 open， 就是说，你如果常去找他聊天什么，他可能会愿意。有一些是会 assign 但是有一些没有的话，我就会想说，哪几个人你觉得看得不错，你会想多跟他聊一聊。那从中去知道你的在整个不管是 career 或是在银行里面这个公司里面的怎么样去讲简白一点就生存，然后怎么样去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找到一个好的 mentor 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没有遇到很好的老板，我跟各位讲，真的很正常，真的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你说最大的困难，我觉得不可否认，我们不是老外。如果在香港的话，其实我们最高阶的主管都还是老外，就是从那个美国或欧洲外派来。那这些大的银行或大的集团公司里面，我会觉得可以建立一个心态，就是没有什么人是不可取代的。今天如果亚洲的这个某个外资的这个投行大老板说，我生气了，我不干了，拜拜。明天会有人马上从纽约坐飞机回来接他的位置，就是因为他已经大到一个程度之后，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取代的。那你有这样的心态之后，你就要知道，那我如果都可以
我要去累积什么东西是别人没办法取代我的。比如说我可能有客人，比如说我可能有一些别人不会的 skill， 或是比如说我的 people manager 非常好，就是我可能没有什么业绩，但是有业绩就是有战功的人都听我的，那个是很厉害的能力。所以怎么样去培养那些能力，再加上 mentor 的加持，我觉得对工作上面会有很大的帮助。但如果你有遇到一些向上管理的问题，我觉得你就试着适应。所以我最近看到那个文化部次长寄存证信函给文化部部长，我一直没有搞懂这件事情，就我很难想象我的属下寄存证信函给我。所以这个就是有些工作伦理啊什么，也是你们慢慢进去里面学以后就会知道，做人，相信我，真的做人会比做事情重要很多，不管是 internal 或是 external。谢谢。我这只是一个比较 general 的一个问题，我想学弟妹现在还不会，以后可能遇到那些问题。其实我是想知道说，学长就是你整个 career 走到现在，你觉得你遇到哪一个决定是你最难下的 ？overall 也不管大或者是工作上，然后最终你怎么判断去下这个决定？然后你现在来看，你觉得这个决定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其他的讲者也是可以回答的，只是说因为对于我来说的话 ，foreseeable 的 future 是可能不会，因为像学弟妹现在遇到问题是工作，可是当你有结婚有小孩之后，这所谓的 balance 就不是一个 balance 讲完就那么简单的事情，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就是你会考量到你的小孩，你的 career 大，你还会考量到你的父母。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你们现在没有感觉？我刚毕业的时候，我根本不会想这些事情。但现在就是刚才有人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会影响到你的 career 非常多。对，所以我是想了解，目前还没有遇到，可是你已经看得到会有，因为第一个你看得到你爸妈在老，你看得到你要规划你未来的家庭或者小孩。那有时候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怎么下这个决心，或者是怎么去思考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才可能举一个点来看的话，我想说，就希望你觉得最能下的那个决定，然后你怎么下一个决定？我老婆在看不到。那关掉。